各位朋友，你敢信嗎？盧秀燕連夜秀紅旗，切割台獨，表態自己是統派。為什麼呢？因為盧秀燕實在是想參選2028。那有人說了，那根本就沒有台灣的所謂的2028的地方選舉了，那個事兒咱們另說着啊。咱們先說鄭麗文，可以說是一手天牌打得稀爛。鄭麗文在2028的角逐中，這次是徹底的出局了。我們先來看看吧。8月20號的時候，由台灣民基會發起的倡議台灣地方政府聯合會的記者会登場，韓國瑜、蔣萬安、盧秀燕三人同台亮相了，引發外界關於藍營三巨頭結盟備戰2028的熱烈討論。有媒體評論指出，仔細回看盧秀燕現場的簡短致辭，並沒有明確的結盟表述，不少解讀呢是來自於過度的詮釋。這番風波的背後呢，這個盧秀燕呢也是很焦慮，為什麼呢？咱們一會兒再說。本次呢倡議成立台灣地方政府聯合會，由擔任民主基金會董事長的韓國瑜出面召集，定位為地方政府開展城市交流、治理經驗的一個鬆散平台。這場號稱集結6都力量的活動，現場出席的情況並不理想。6都當中僅有台北市長蔣萬安、台中市長盧秀燕親自到場，新北、桃園兩市派出副市長代表出席，高雄、台南更是完全沒有代表到場。外界調侃呢，如果把這次活動當成韓國瑜布局2028的起步，聲勢呢明顯不足。整場呢這種輿論風波呢，導火索來自盧秀燕的現場致辭。她整場的講話呢時長很短，除去客套的稱呼，實際發言僅有1分鐘的樣子。其中關鍵的句子是未來國民黨重新執政，韓院長、蔣萬安我們都在，缺一不可。那很多媒體呢就直接以說三人合體拼命重返政壇執政作為頭版的標題。親近盧秀燕的匿名人士對外解讀成的這話呢，宣告三人結盟，避免藍營重蹈過去的分裂覆轍。但是現場採訪的媒體評論指出呢，這個整個的現場發言呢，措辭四平八穩，沒有任何結盟共推候選人的實質內容，更多的是場面化的團結口號。所謂的鐵三角結盟呢，屬於外界與幕僚的放大解讀。之所以一句場面話呢被放大解讀呢，根源來自於近期的民調變化。最新的民調顯示，國民黨2028潛在的人選當中，蔣萬安、韓國瑜的支持度分列第1、第2，盧秀燕落到了第3位，結束了過去長期領跑的局面。過去盧秀燕一直被視為藍營2028最有力的競爭者，現在呢，黨內已經形成所謂的3顆太陽的競爭格局。儘管盧秀燕在台中本地根基深厚，但在全台灣的層面已經不再擁有明顯的領先的優勢這裡邊徹底出局的那就是鄭麗文了鄭麗文的支持度只有可憐的 4.3%。有人呢猜測，感受到選情的压力，盧秀燕陣營呢借這次同台機會，通過這種喊話對外塑造可以整合韓國瑜、蔣萬安兩大力量的形象，鞏固自己角逐2028的位置，但並不等於說人家已經同意形成實質性的政治同盟了其實呢，藍營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3個人各自有自身的支持者盤。2028的初選尚未開始，現階段只不過是大家都在布局而已，但是这裡邊沒有鄭麗文的事兒了。盧秀燕也是真急了，因為盧秀燕呢一直被大家看成一個台獨。8月23號的時候，盧秀燕在台中出席活動的時候，舉起了江啟臣的手，高呼絕對不能把台中留給台獨，絕不能把台中留給破壞和平的人。連夜秀紅旗，盧秀燕是真急了
這是盧秀燕首次這個對台獨開炮，借輔選的這個特殊的日子，打破了不談統獨的自己的一貫的表態。顯然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地方選舉的範疇，盧秀燕有意借助今天的活動把這個層次拉高，已經对標了2028年的大選，相當於為2028兩岸問題提前表態。盧秀燕當場秀紅旗說自己也是統派，那這個鄭麗文那就更沒戲了吧？你說鄭麗文一手天牌，我說他打得稀爛，你們同意嗎？看看鄭麗文採訪中的表態，又引起了中国大陸網友的口誅筆伐。那鳳馨姐有沒有？好，我問两个問題哈。第一個就是呢，我們剛剛提到說美國的這個國家利益這一份期刊，然後看出來的這篇文章，我昨天看到的時候，我仔細的看了這裡面的文章。這裡面的文章當中，它凸顯了兩件事。第一個是，他其實就直接講說他覺得川普看起來他的態度是跟你類似的。好，因為他這裡面有直接講說川普認為說現在呢，就是因為台灣獨，所以才兩岸緊張啦，然後歸咎於台灣的這個台獨這些等等。但是你剛才也提到說你見了一些川普的朋友們，好，不一定是核心，但是是朋友們。但是我相信你在見這麼多的人過程當中，其實你更清楚的知道，在美國的政策圈當中是非常僵固的，認為兩岸之間只要交流，其實就是不符合華府利益的。那麼很多人就會講說現在在華盛頓最大的對中鴿派就是川普，可是川普不會做永遠的美國總統。對，他一旦2年後他離職了，那麼接下來整個的華府的政策圈會繼續回到那一個兩岸繼續對立啊，兩岸繼續對立，對於華府來講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所以就算說你今天可能已經吸引了一些人，然後注意到這件事情，但你也很清楚的知道你並沒有改變他們，而這個沒有改變，一旦川普離開了白宮，恐怕這個改變也就成為絕響。你不會覺得這條路他最多只能走得很短暫嗎？我不這麼悲觀。好，那當然還要看川普總統他如何在這樣子的一個路線上面做出什麼成績來，還有他這樣的一個成績會不會決定他的接班人，這是共和黨的部分。那當然還有民主黨的部分。那麼民主黨他又怎麼樣去思考這個東亞的局勢？因為如同我所說的，現在不止兩岸，還有包括日中之間的緊張，還有包括朝鮮半島的局勢會出現非常戲劇化的變化，所以而且很可能很快就會出現這個戲劇化的變化，所以川普是有他的一個全面的布局而已。他今天所做出來的這些重大的舉措，不是只有美中關係是否可以發展出一個新典範，我會用新典範來形容它。他的布局不是只有北京而已，可能很快，我今天剛好見了這個韓國專家，可能很快我們就會看到朝鮮半島有非常戲劇化的發展。那現在北韓跟南韓都在修憲，北韓已經修憲了，就他們不統一了，他們就要變成2個國家。那變成2個國家呢，是想要讓兩韓的關係正常化。那麼這中間川普會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樣的發展，川普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是南北兩韓都樂見的，所以他成功的幾率是很大的。所以我們可能很快的又會看到川普跟金正恩的高峰會。那麼對於未來北韓的核武做出一個重大的一個決定，是否成功，他也會徹底的改變東亞的政治局勢。所以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所以這個俄羅斯就取得了北韓的協助，也因此事實上北韓在經濟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助力。所以今天北韓的思維跟過去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那麼我的意思就是說，川普他有一個全球的布局，因為現在的期中選舉，多數在美國的社會事實上是對於共和黨的前景是悲觀的。
那麼川普他如何能夠在今年在國際政治上面的巨大的突破，而扭轉他在國內政治的現在的氛圍，這就是所有人都盯着在看的。那麼川普這樣子的一個和平繁榮的路徑圖，就是為什麼他們說我的想法跟他有一點不謀而合的原因。他是美國總統啊，當然跟我不一樣啊。他可以做很多全世界只有他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包括我刚剛說的改变朝鮮半島的局勢，而且是歷史性的改变。那很快24號，對，之前可能就會發生了，所以他會徹底的改變東亞的很多的局勢。那麼這一些就是剛剛鳳馨講的，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曇花一現？就是川普的這個努力會不會曇花一現？可是川普其實你也知道，他是一個他的棋局是很大的，他的棋盤是很大的。他不只要改變區域政治，朝向和平，因為他對於諾貝爾和平獎有點勢在必得之外，他也要透過這個國際局勢的布局，鳳馨可能也很清楚，尤其是戰後重建的這一塊，他也要去解決美國經濟財政的負債困境，所以他是一舉很數得的。那全世界只有川普，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玩這樣子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布局跟遊戲，所以我不知道接下來這一年川普走下去走到多成功。他會不會改變整個氛圍，甚至扭轉他期中選舉？這個我們都不曉得，因為現在正在現在進行式。而這些巨大的改變也會影響他的接班人，因為他的接班人一定要得到川普的肯定，否則他很難在共和黨裡頭出現。那麼他就一定要支持跟延續川普的這個路線，尤其如果他這個路線成功的話，如果不成功，那當然就沒有人要那個嘛，哈。但是如果成功了呢？他如果解決了北韓的問題，某個程度啦，哈，他又解決了台海的問題呢，他就不一樣了。那會不會就改變了美國的很多我們在擔心的傳統的思維？所以未來這2年是很關鍵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寫歷史的原因。我們還是希望台灣能夠發揮更大的話語權跟主動權，改變這個歷史的走向，走向一個對我們有利的方向。對台灣有利。但我後面這個問題呢，我印象很深刻，你也很熟悉的國民黨的前秘書長林峰正啊，他有一次私底下跟我講的，他說：“哎呀，鳳馨小姐，你都在亞公我做這些扛會哈，就他做這個工作哈，然後他說。”秘書長也好，或者是主席也好，就是久磨心啦，時磨心，是，就是要不斷的很有耐心的一直磨。那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我剛剛講黨團自主這件事情。那麼這個黨團自主跟國民黨的中央政策，到底是一個合作的2條腿、2隻翼，還是各自分開的？其實跟這個相互溝通的密集程度以及深度是綁定在一起的。是的。現在不是只有公投的案子，是。那麼未來其實有關於無人器具的相關的條例，因為這個無人機也好或無人器具，它究竟是一個產業政策還是一個採購政策？這3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目的。那麼這3個不同的目的背後，當然各自有各自的優缺點。那我現在看起來，我相信盧秀燕啊，台中市長這邊，他可能有請了很多專家，要設計一套制度。那國民黨黨團呢，恐怕也有一些人正在研究這個條例。我相信國民黨的智庫也有在討論這些制度。我的問題很簡單，可以是一個隊嗎？可以把這些3組人馬全部聚集在一起？希望是這樣，對，不，這不是只是希望而已。你有沒有信心作為國民黨主席久保阿新，然後去團結這些不同的思考邏輯？事實上，我們過去這幾天已經很密集的在討論這個事了啊。那大概黨版也已經形成的差不多了啊。那麼也跟黨團的主要的幹部，還有一些相關的專家也都開過會了啊。那麼因為我在美國的時候，我也公開講嘛，哈，因為美國的專家也給我建議，那我也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所以回到台灣之後記者會我也有說過，所以基本上幾個原則是沒有變的。第一個，
國防自主本來最早就是國民黨提出來的大政策，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所以自主這件事情我們是支持的。那落實到無人機的政策，我們就應該要把它第二個不是透過特別預算，因為這完全不符合台灣特別預算的相關規定，這樣子的常常把例外變成是正常，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把它回歸到年度的正常預算裡頭。而且因為自主是一個長期的政策，從以前在我們的預算年度預算就有編列，實在不需要特別再弄一個特別條例。所以第二個大原則也是之前我們就一直不斷講的，也是大多數人的共識，就是希望把它放在年度預算裡頭去編列。第三個就是防弊的機制一定要存在。為什麼還沒有開始這個無人機的採購，就已經傳出很多的所謂的這種醜聞啊？很多大家覺得還沒有政策都還沒有看到，這個發包的廠商都已經綁好了，利益都已經綁定了等等的，所以這些都是我們要全力去避免的。那麼在這些重大的原則之下來產生我們的條例，所以我們的條例很簡單，就我们剛剛講的，支持自主本土的這個無人機產業，而且是軍用無人機，不是民用無人機，不一樣的，就是軍用無人機，這個我們是支持的，我們會用條例來支持。第二個，既然支持是有預算，但是應該回歸年度預算。對，第三個在裡面就要有配套嘛。那你支持這個產業，你怎麼鼓勵這個產業？你支持這個產業，那你怎麼樣防弊措施，不讓它因為弊案而使得這個產業受到重挫？大概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這些原則基本上大家共識都還算蠻高的。那國民黨內比較重要的人士在事前可以先对這些條例的內容看過，而且發表意見嗎？基本上我其實主要都是跟黨團。好，那跟黨團商量出重大的方向跟原則之後，我们就請智庫來具體的擬條文跟草案，然後再讓黨團看過，大概 OK。所以我就是尊重黨團。我們在所謂的黨團自主，我們在國採購軍購的政策也是一樣的。事實上，所謂的黨版是大方向，具體的條文、立法的技術，還有在立法院的攻防，什麼時候提，什麼時候不提，什麼時候跟民進黨要怎麼樣，還有跟民眾黨的版本如何合而為一，都是完全由黨團自主的。我們不可能分分秒秒去盯着在立法院的攻防啊。那這些攻防的過程當中，原本的條文都會修改，都會有一些更動，我不可能黨中央盯着說這條不能改，那個字不可能吶。所以實際的立法院的運作，它一定是黨團自主的。我都會跟副總召講，我們對黨團非常高度的信任的，大方向、大原則不要變。你不要說去跟民進黨協商，最後把我們的大原則給放棄了。其他的立法院有很複雜的攻防的需要，我們是完全的這個授權給黨團去進行這些在攻防上面的決定的。有人常說啊，這個騎牆呢容易卡着蛋，那有人說鄭主席沒有那玩意兒啊，但是呢鄭主席的這個態度啊，模棱兩可，手鼠兩端啊，是吧？不統不獨，結果呢把兩岸的這些勢力全給得罪了。啊，這真的是一手天牌打了個稀爛，只有可憐的4%的支持率。別管有沒有2028了啊，但是鄭主席已經是出局了。點個訂閱，下期再聊。